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1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，新的一个月，都是第一天。先请假，明天要停更一天。明天一大早要去出差，而且周三早晨的合练也会缺席了，就是不在大阪城跟大家一起练，自己练吧。周三会正常更新，明天应该来不及。来到这片特热闹的区域，现在早晨5点15，但是今天是周一，人已经没有那么多。昨天早晨跑这儿人特别多，给大家看看啊。刚结束一晚上的娱乐。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聊2个小事儿啊，不，一个小事儿，一个差不多能多聊点的事儿。第一个事儿，昨天下午直播也聊过，就是关于现在马拉松赛事的报名门槛这个事儿。目前看起来，您和我都没有办法。我也只能说，我理解不支持，我也不能再做什么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城市马拉松是一个大众赛事，除了头部精英的部分。当然，您如果是锦标赛或者是像选拔赛，那另当别论。我还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。哎，开始热闹了这一块。而且我不成熟的观点是，比方说比赛要让您证明自己完过赛就有证书，或者是现在来说可能要让您证明您是健康的。这种事情呢，为什么我说我理解不支持呢？就是我理解，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什么，但是我不认同这个出发点，这就是所谓的有罪推定，就是他会认为你不能跑下来，并且你是不健康的，你需要证明自己。所以我只能说我不支持。大家想跑比赛，你要真的想跑比赛，这2个事儿都难不住你，也还行吧。真开心。看这个酒店的大堂很有气氛。这是什么 Holiday Inn 啊？我说呢，现在是清晨5点20还不到。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，我从去年秋天的赛季开始到现在穿过的鞋，还有我的对美商鞋的感受吧。因为这2个赛季，去年的秋天和今年的春天，第一我的成绩还行，第二呢，是我第一次在比赛中尝试过更多的鞋。前2年简单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的比赛只穿1代的或者2代的 Vaporfly。在今年之前，我的半马和全马的
个人最好成绩都是穿的1代的 Vaporfly， 一次在北京的副中心，一次在北京的半马。从去年的夏季之后到秋季的赛季，去年秋季赛季我只跑了2场半马，一场本地的小比赛，一场东京的半马。东京的就是 MGC 配套的那个半马赛事，穿的就都是3代的 Vaporfly， 就我孤注一掷的去掉了2代，就不再穿2代了。就这条路好看。我觉得 Vaporfly 的1代和3代挺好的，2代一般。对 Vaporfly 3代这双鞋呢，我的体验和感受可能和很多小伙伴不一样，因为我第一步频高，第二呢，体重轻，第三力量差。所以那双鞋呢，我觉得反而是很适合我。那双鞋我的评价是很轻巧，很透气，很适合雨天跑步。然后对我来说呢，也很有劲儿。看这玩了一晚上的垃圾，因为这边上都是小吃摊儿。缺点也有，缺点就是包括在我看来，全程马拉松跑到后边可能也会有轻微的衰减，就是你跑到30公里左右，你会觉得它踩起来变软了，鞋底变薄了，回弹变弱了，因为它的回弹确实仍旧不如1代的 Vaporfly。1代 Vaporfly 是很激进的，那双鞋很多能力不够的小伙伴穿可能不行。2代的时候就妥协的太多了，那3代的时候又稍微的回来了一些。之后就是特步，我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穿着特步的 110X 3.0 Pro 参加过比赛，因为拿到那双鞋太早，练了1个夏天以后太旧了，就没有穿它进行比赛。但是我穿它跑过很多强度。那双鞋适合什么人呢？适合我觉得比我力量再强一些，又没有强到像专业精英那种巨大步幅。就比方说你们看会长就挺适合的，那双鞋有劲儿，但是呢又不硬。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有劲儿，就是回弹跑起来有那种咚咚咚咚的感觉。不硬呢，就不像10X 5.0，或者是像我这2天穿的 Metaspeed Edge 这双鞋这样，就是鞋底觉得刚性比较强，所以那双鞋比较的适合，它比较符合大脑的潜意识逻辑，就是对回弹的，挺好的。我的评价是那双鞋更适合跑全程马拉松，因为那双鞋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相对比较沉，对我来说。之后呢，包裹相对比较厚，所以雨天的比赛不建议，就是真的能有水坑的那种雨天，就鞋会湿透的那种。紧接着就是 100X 5.0 Pro， 这双鞋我拿到没多久，是今年春节拿到的，试穿的2-3次就放下了，就为了大阪的全程马拉松。这次大阪的全程马拉松新的 PB 是穿着它跑出来的，
但是我认为啊，给 PB 带来最大的贡献是这几年的训练，而不是那双鞋。那双鞋中规中矩，甚至在大阪马拉松之前我还犹豫过，因为那天天气预报说有雨，幸亏雨不大。那双鞋是什么呢？那双鞋的回弹和 3.0 差不多，可能是因为新鞋的原因，我个人感觉会稍微强一点。之后就是鞋底会比 3.0 硬，就是刚性更足，你跑起来这种就是落地声音是那种清脆的。然后因为脚后跟那块的就是像里侧倾斜的那种设计，就跟砍掉脚后跟似的那种，它呢比较适合前掌落地和发力的小伙伴。大家可以看我春节期间有一个6公里的鱼直跑，家属拍的视角，能看到很明显的状态。那天就是 5.0。 这双鞋我的评价是适合所有类型的比赛，而且呢也足够轻，并且呢虽然我觉得它的面料包括透气和排水可能不如3代的 Vaporfly， 但是呢是绝对的第一梯队。目前来看，我穿过的鞋除了3代的 Vaporfly， 大多数鞋在如果说雨特别大的比赛，鞋要湿透那种，都和3代 Vaporfly 没法比。这双鞋推荐给谁呢？推荐给差不多有我这个能力的小伙伴，或者更强吧。因为鞋底刚性强，并且倾向于前脚掌的话，并不是适合所有人。但是我呢，穿它也有点不好，就是它要求的力量能力，我可能稍微差一些。如果让我再选一次大阪的全程马拉松，如果都是新鞋没有衰减的情况下，我会选3.0 Pro， 并且已经知道天气的情况下。然后就是阿尔法 Fly 3，这是去年上市，或者说今年元旦上市的一双全球吸引全球眼光的鞋，对吧？全球目光的鞋，抱歉。跑团里也很多小伙伴都买了，我正好在东京的时候还穿着它跑了一次，有能试穿跑步的机会，感受是很有劲儿，回弹很明显。但是呢，缺点呢是更明显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的足弓偏低，它还是会有顶足弓并且磨足弓的情况。对我来说，这一点我是不会选择它去跑全程马拉松的。比2代的阿尔法 Fly 有进步在这一点上，但是仍旧我觉得长距离还是会磨。2代的阿尔法 Fly 我大约在15公里开始会有磨损感，3代的我的判断可能在25公里，因为我没有穿它跑过25公里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对我来说是回弹有余，灵巧不足，就我的力量不能在很短时间内触发它的回弹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主动的后蹬或者蹬地这一项，我的能力太差了，导致呢它落地到抬起的过程会比较黏，就是我还是驾驭不了它。说白了，我现在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并不一定只是单纯的指比赛成绩，因为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。你看本田先生就能轻松驾驭，而且应该能发挥出他特别好的能力，田中先生应该也是。所以这双鞋推荐给谁呢？如果您觉得您是力量型跑者，您可以试试，并且呢您是那种足弓比较高比较适合运动的身材。我还穿过什么呢？之后就是闭麦的惊叹 Fly， 这双鞋是闭麦送测的，他们自己说的也比较中肯，这双不是一双激进的鞋，
虽然有碳板，但是碳板比较软。我今天穿的就是它。这双鞋我觉得适合430到5分这个配速的训练，比赛就算了。比赛这双鞋有点太中庸，就像闭麦小伙伴说的，有回弹嘛，有回弹，但是呢不够劲儿不够大。然后轻巧嘛，也轻巧，但是还不够那么的轻巧，就比较中庸的一双鞋。日常训练没问题，而且挺舒服，因为不是那么的硬。这双鞋像我穿上，你们看现在我的速度不快，对吧？但是就像我说的，能力其实并不是快慢或者比赛。你像专业运动员、高手跑慢跑，他的发力跟状态感觉也跟就只能跑那么慢的小伙伴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就我现在这个速度跑，我也觉得这双鞋软。然后就是前两天受伤的严重的时候，穿了一双特步的慢跑鞋，那叫什么2000公里还是什么？那双鞋的感觉是，我觉得，适合5分左右的小伙伴日常的训练。那双鞋挺舒服的，但是呢，就是确实是太没劲儿了，在我看起来。之后就是 ASICS 的 MetaSpeed Edge， 这双鞋目前我没有什么缺点对它的评价，这双鞋太好了，对我来说，就是它其实不够有劲儿，但是呢，它足够的轻和足够的轻巧，就是灵活，太适合我的这种跑动的技术了。所以如果您跟我一样步频在200比赛的时候，全马能跑进3小时，建议您试试。但是我可能不会穿它跑半马的比赛，就是半马比赛我还是更期待一双有劲儿的鞋，比方说 10X 3.0 或者 5.0 Pro， 因为我会牺牲那些灵巧。全马的这些灵巧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更好的体能分配，就是更好的节约你的能量。但是半马不需要，半马就使劲冲。今天为什么带 Osmo Pocket 出来呢？就是因为想拍拍天黑的街道。我觉得街道天一亮就不好看了，天已经开始亮了。看，我跑一圈，把相机放回家里楼下的信箱里，然后再跑一圈，结束今天的训练。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鞋我穿过的，也没有什么总结了，大家应该每双鞋说的都比较真实的体验。如果高步频选手像我这样的，建议您可以试试 MetaSpeed Edge， 因为这是这么多年第一双这样类型的鞋。上一双还是1代的 10X， 但是那双鞋说实话不好驾驭，太要求精英了，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够有劲儿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技术。好吧，那这么着，咱们训练之后再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。4月1号星期一清晨7点01训练结束，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但是今天有点艰难，有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你们看我这汗，突然就热起来了这2天。第二个呢是因为受伤，这段时间一直跑量有点小，好久没有连着2天21了，是有点累。第三就是这个脚腕这儿，给大家看看。我回家换了趟鞋，刚才半路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胫后副韧带，或者说这个肌腱这儿，就是这儿这个地方，这是那个骨头尖儿，疼的地儿就在这儿，然后呢会往上放射，差不多到这儿，就是在落地的时候，我又换回这双鞋。就是受伤以后更需要这种这双鞋的足弓支撑不错。闭麦那双惊叹 Fly 呢，还是我的判断有点软，
它一软呢，落地就不够稳定，就是支撑就不太好。哎呀，不知道这个伤势还要持续多久。上周的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最难受的时候，这周一直在好转，看看下周怎么样，好吗？但是进入4月，不想再有太多的跑量的牺牲了。明天早上起来应该会轻松跑，会跑得少一点，因为明天7点半的新干线去福冈，差不多7点之前就得从家出发了。今天21公里平均配速4分58，最快1公里4分31，平均心率136，还可以，就表现还可以。然后换上这双鞋以后，明显的就没有那么的疼痛了。行，那就这么着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停更1天，后天回评论。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聊的、想交流的，就发评论或者发弹幕。我很有可能没准明天就录像，或者说后天会特别早，因为后天还有事儿，后天就上午没有太多时间去处理剪辑的事情，好吗？那这么着，大家加油干，咱们后天见。